你知道吗？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居然颁给了3位让电子穿墙而过的科学家。他们证明量子效应不只是微观幻想，而是能打造出量子电脑的现实技术。今天这部影片，我们用最直观、最生动的方式带你看懂什么是量子隧穿、人造原子，还有那些正改写科技未来的隐形力量。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一群科学家，他们不仅解释了量子世界中最奇特、最反直觉的现象，还首次将它们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在实验室中操作和应用的现实。这不只是一次科学突破，更是人类对自然界最深层规律的一次触摸。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会为您逐步揭示这些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惊人的工作，又为什么这项研究被誉为打开了通往未来量子科技之门的钥匙。我们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一步步解读那些听起来神秘但其实非常有趣的量子现象。不过在正式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打个基础，理解这次获奖成果的真正意义。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量子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别担心，我们不会用难懂的术语，而是带您从最直观的角度出发，一起看清电子的奇妙行为。在传统的物理图像里，我们可能会认为电子是一个小小的球，绕着原子核运转，但在量子世界里，它并不是在哪里，而是可能在哪里。电子存在的方式更像是一团朦胧的云，一种叫做概率云的东西，它代表的是我们在哪些位置找到电子的可能性。这个云可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形状会随着电子能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能量低时，它可能像一团圆润的雾气包裹着原子核，而能量高时，它可能像一朵盛开的3维花朵。云层拉长、变形，展现出奇妙的结构。科学家用一种叫波函数的数学工具来精确描绘这些云的形状和分布。每一种能量状态下的云都对应一个独特的波函数，像是电子行为的指纹，记录着它如何在原子中展开自己的存在。准备好了吗？现在让我们从最基础的角度出发，一步步揭开量子世界的神秘面纱。环顾一下你的房间，看看你手边的手机、桌上的茶杯，甚至你呼吸的空气，这一切无一例外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无论是看得见的物体还是看不见的气体，都是由无数个微小的原子拼接组成。每个原子都有一个核，而它的周围则围绕着一种叫做电子的粒子，像卫星绕行星一样不断运动着。想象一下，我们用一台超高灵敏度的粒子探测器，在遥远的太空中锁定到一个电子的位置，它就像在一片黑暗中捕捉到的一点微光。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居然能看到它。屏幕上的图像很朴素，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仿佛没有特别之处，但这背后却是一次与量子世界的直接接触，一次把可能性瞬间变成现实的神秘事件。大多数时候，我们把电子想象成一个微小但具体的粒子，这个亮点正好符合我们直觉中的样子，有位置，有形状，能被测量。但事情并不像我们眼睛看到的那样简单。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看到不等于了解，真实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怪异得多。事实上，电子显现为一个亮点，仅仅是因为我们看了它。这个行为本身改变了一切。在我们没有观察它之前，它的状态完全不同。只要我们施加了观察，电子就决定变成一个粒子，像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中央闪亮登场。它从无形无影的概率波
瞬间凝结为一个具体的点。可是，在我们还没有出手观测它之前，电子并不是一个有形的存在，而更像是一种分布在空间中的可能性组合体，没有明确位置，也没有固定轮廓，像幽灵一般飘忽不定。它既不是我们熟悉的小圆球，也不是可以被照相机捕捉的实体，你甚至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它，因为它就像一团弥漫在宇宙间的烟雾，没有边界，却充满可能。实际上，它的存在方式更像是一种迷雾状的概率分布，就像一团漂浮在宇宙中的青烟，不断变换形态。这团概率云并不虚无，而是真实地描述着电子可能出现的位置，只不过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凝结在哪里。科学家给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起了一个名字——概率云。它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数学上真实存在的一种描述，捕捉了电子行为中最不可预测但又最真实的本质。简单来说，概率云就像是一份地图，标注出你在哪些地方最有可能发现电子。这不是猜测，而是基于精确数学公式计算出的可能性分布。它告诉我们，电子也许就在这里，但也许转瞬就出现在另一端。不过，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概率云并不仅仅是一种数学上的巧合或计算工具，它或许就是电子在未被观测时的真实存在状态。也就是说，电子确实以云的形式存在，不是抽象，而是真正长成那样。换句话说，在我们没有介入之前，电子并不是藏在某个地方等我们去发现，而是分布成一团存在的可能性。这团云就是它的原始形态，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却又确实存在于某种模糊但真实的状态中。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朦胧的概率云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它不是科幻小说里的光雾，而是拥有实际物理特性的实在之物。可以说，它虽然模糊，但内容丰富。虽然这团云没有清晰的边界，也无法像小球那样圈出一个确切范围，但它确实携带了电子应有的全部特性：负电荷、质量、能量。换句话说，它虽然像物，却能搬运货物，是一团功能齐全的量子迷雾。而真正神奇的部分发生在我们出手测量的那一刻，这一刻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整个系统发生了突变，量子世界展现出它最不同寻常、最让人费解的本质。在测量发生的一瞬间，那片原本模糊的概率云会突然它缩成一个确定的位置，所有可能性仿佛在那一刻进行了一场投票，最后只留下一个结果：电子出现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这就好比一片浓雾突然之间凝结成一滴水珠，原本漫无边际的可能性突然收束在一个清晰的位置上，于是我们在仪器上看到的那个小亮点才真正成为现实中的电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观察之前，电子并不是它在这里，而更像是一种分布的概率波。这种波遍布空间，是在告诉我们电子有可能在哪里。为了理解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不妨暂时忘记电子是一个小颗粒的老观念，而把它看成一种波动的存在，一种在空间中延展变化的量子波，就像湖面上荡漾的涟漪那样真实却难以捉摸。你可能听说过电子在轨道上跳跃这样的说法，意思是电子在原子核外的不同能级之间来回变化，这些能级像是楼层，不同高度对应不同能量，但实际上这些能级并不是一层层的壳，
而是电子波以不同方式在原子周围分布的模式。然而现实可没有楼层或轨道这样的实体结构漂浮在原子周围。我们想象中的壳层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它们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圈圈，而是数学上对电子分布的描述。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能级是电子以波动形式分布在原子核周围的不同模式，有点像是声音在管道里产生不同的驻波一样。每种分布方式就是一种能量状态，都是由波函数决定的。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概念，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原子氢原子说起。它只有一个电子，结构简单，是科学家研究电子行为的理想对象。当电子处于最低能量，也就是所谓基态的时候，它的波函数就像一团对称的球形云，平滑地环绕在原子核周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团柔软的光雾，均匀包裹着原子核，好像一盏温柔的夜灯，将能量悄然笼罩在核心周围。可一旦电子从外界吸收到一点能量，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这并不像加热水一样让它跑得更快，而是让整个概率云发生质的变化。它并不会像传统物理课上说的那样跑得更快或旋转更猛，相反，它的波动本身会重组，就像是一首旋律被重新谱曲，整体的形状和节奏都发生改变。整个概率云像气球一样膨胀开来，形状也随之改变。有时候它变得更扁平，有时则拉长成椭圆，甚至分出几个分支，就像一朵奇异的立体花慢慢张开花瓣。这一团变得更加庞大复杂的云，正是电子处于更高能量状态的可视化表达。就像海浪更大时，拍打岸边的范围更广，电子的波动也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而在这些能量状态之间，会出现一些奇妙的空白地带，科学家称之为节点。在这些区域中，电子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就好像一根正在震动的吉他弦中，某些点始终保持静止，那些就是波的节点。电子也有这样的隐身区，想象一下，你拨动一根吉他弦，某些地方会固定不动，那正是驻波的节点。电子波也会在空间中形成类似的模式，节点就像这些静止不动的点，是能量变化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空白缝隙。当电子吸收更多能量时，它的波形也会进化，变得更加复杂精妙。波会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出现多重干涉，甚至产生分裂，形成令人眼花缭乱的三维图案。这些复杂的电子云可能会向多个方向拉伸开来，像是一朵具有立体结构的花朵，花瓣展开分层，仿佛在空间中优雅地盛开，展现出电子能量状态的几何之美。这些奇特形状的云结构在物理学中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 P 轨道，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 2P 轨道。它们是电子在特定能量下的稳定存在模式。举个例子，有3种常见的 P 轨道， 2px、2p 和 2pz， 它们就像3个朝向不同方向展开的云团，分别沿着 x 轴、y 轴和 z 轴方向对称排列，构成了电子波动在3维空间中的典型分布方式。所以当科学家说电子从一个能级跳跃到另一个，它们可不是指一个小球飞跃了一圈，而是指电子的波动模式发生了转变，就像音乐从一个调切换到另一个调，旋律完全不同，但都是音乐的一部分。真正发生的是电子的整个波函数，也就是它的存在方式，被重新编排，它的形状、大小、分布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能量状态。这个新的波形不是混乱的，
而是极度有序的，像是精密设计的建筑结构，精准地贴合在原子的势能场中，稳定而优雅地维持着新的能级状态。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对量子世界的初步理解，特别是电子如何以波的形式存在，如何响应能量变化，以及我们如何通过波函数描述它们。这些知识是理解后续更复杂量子现象的基石。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量子力学中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但又被广泛验证的现象——量子隧穿。这是自然界赋予我们的一个漏洞，它挑战了我们对能量、障碍和物理限制的传统认知。我们继续用氢原子举例，这个结构最简单的原子，它只有一个电子，像一个地球绕太阳的模型。但在量子世界中，这个电子并不是绕着转，而是以波的形式围绕原子核运动。当电子处在最低能量状态，也就是稳定的基态时，它的概率云是一团均匀的球形，轻柔地环绕在原子核周围，仿佛是一颗悬浮在能量谷底的光雾。这团云之所以被束缚在原子核附近，是因为电子带负电，而原子核带正电，它们之间有一种类似磁铁吸铁的静电吸引力，将电子牢牢粘在核周围。科学家们喜欢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吸引力。想象电子被困在一个能量井里，井的四周围着一道无形的墙，这道墙就是所谓的势垒，是电子逃离原子的屏障。好，现在让我们聚焦到一个关键点，看看量子世界中令人吃惊的一幕是如何展开的。假设你看到一张图，它显示了电子在氢原子基态下的分布情况。这时的电子概率云呈现出完美的球形，越靠近原子核的地方，电子越有可能出现。图中清楚地显示，从原子核往外，电子出现的概率会慢慢降低，就像浓雾向外扩散，边缘处越来越稀薄。这种分布是电子愿意待在核附近的一种表现。然而有一个地方，事情开始变得量子了，也就是这张图最边缘的区域，隐藏着经典物理无法解释的奥秘。当科学家把这个概率波套进势垒模型里，他们发现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波函数并不会在势垒边缘戛然而止，而是缓缓衰减，并延伸出势垒之外。换句话说，虽然按常规理解，电子的能量不足以翻越这堵墙，但它的波却神秘地穿透了一点点，意味着有一丝可能，电子竟然会出现在理论上它进不去的区域之外。这完全违反了我们从中学物理学到的常识。如果一个物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越过障碍。但在量子世界中，规则被改写，电子可以偷偷穿墙而过。以纯粹的量子方式，电子的波函数悄悄划过了势垒，就好像它知道有一条秘密通道，不需要足够的能量也可以钻洞过去。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隧穿效应。这听起来也许像魔术，但它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科学家们把它命名为量子隧穿，意思就是粒子可以像幽灵一样，直接穿越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更妙的是，科学家们并不需要强行打破这道势垒，只需通过量子隧穿效应，就能在不给电子提供全部翻越能量的情况下，让它自发地溜出原子的控制范围。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让我们看看科学家精心设计的实验操作，如何巧妙地激发和利用这一量子器官。他们的方法非常巧妙，在原子的一侧施加一个强大的电场，这就好比在原子旁边安了一台电磁拉力器，专门影响电子那片云的分布方向。
在正常情况下，原子核稳稳地待在中心位置，而电子的概率云像是一层均匀的薄雾，安静地包裹着原子核，呈现出一种平衡对称的状态。这是一种稳定的量子平衡。可是，一旦外部电场启动，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轻盈带负电的电子云就像被磁力吸引的烟雾，开始朝着电场的正极方向微微偏移，而更重带正电的原子核则稍稍向反方向倾斜。整个原子结构因此发生了微妙但关键的扭曲。这种电子云和原子核的拉锯战，让原子整体出现了一种叫做极化的状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椭圆形的水滴，在电场的作用下轻轻倾斜了一点，内部的电荷分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结果就是在靠近电场正极的一侧，电子云变得更浓更密集，就像乌云压顶，而另一侧则变得稀薄，仿佛风吹雾散。电子的驻守概率不再是对称分布，而是明显偏向一方。这种不对称的电子分布就像在原本平整的地形上制造了一道倾斜坡度，原子的势能景观被拉扯变形了。科学家称这种能量地形的变化为势垒变化，也就是电子所面临的墙不再一样高了，特别是在电子云被拉扯的那一侧，原本高高的能量屏障被压低压薄了，就好像墙角被挖了一条浅沟，这让电子更有机会偷偷溜过去。原本电子的波函数在势垒边缘就开始逐渐衰减，像水波在岸边消散，但现在波函数在那个方向上不再那么容易熄火，而是向墙外偷偷延伸，渗透进本不该进入的区域，仿佛量子烟雾穿过了缝隙。所以哪怕电子没有翻越墙的力气，它的概率云却可以像烟一样泄露到外面去。这就是量子隧穿的魔力所在，不靠硬闯也能穿墙而出。那么，这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奇异效应，如何从实验室的现象变成现实中的技术？现在是时候回到我们的主角，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了。我们来看看科学家是如何将量子隧穿的原理用在量子计算机这项改变世界的技术上的。米歇尔·德沃雷特、约翰·克拉克和约翰·马蒂尼斯，这3位来自不同实验室的科学家，凭借他们的团队合作与前沿实验，证明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事实：量子效应，这本应只属于微观粒子的世界，竟然也能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宏观工程系统中被清晰地观测到。正因为这一颠覆性的成果，他们荣获了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研究打破了一个长期以来的物理假设：量子效应只存在于极其微小的粒子世界中。现在我们知道，通过巧妙设计的工程系统，像电路这样的大型装置也能表现出这些诡异的量子行为，甚至可以像原子那样思考和反应。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核心技术就是一种叫做约瑟夫森结的微型结构。这种装置看似微不足道，却是连接宏观设备与量子世界的桥梁。它是整个量子电路中最关键、最神秘的一部分。简单来说，约瑟夫森结的结构就像是一个三明治，2层超导体中间夹着一层极薄、几乎看不见的绝缘材料。理论上，绝缘层应该阻断电流，但在量子世界中，这层屏障反而成为了奇迹发生的舞台。按照我们在高中学到的知识，绝缘体的任务是阻止电，电子是无法穿越的。但在超导体中，事情完全不同，电子会成对出现，像是2只牵着手的小伙伴。这种组合被称为库珀对，
它们不再像单个电子那样四处乱撞，而是以一种集体协调的方式行动。更不可思议的是，成千上万个库珀队会像一个完美协调的合唱团一样，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量子波动，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电子概率云一样。只不过这个云不是环绕在原子周围，而是存在于整个电路之中。现在奇迹发生了，这个由库珀队构成的量子波竟然可以无视那层绝缘体，穿越过去。这就好比一个乐队穿过隔音墙，音乐仍然从另一边传来。这正是量子隧穿的宏观版本。这和我们之前在电子隧穿中看到的情景如出一辙。那时是电子的概率云穿越原子核的势垒，而现在是成群结队的库珀对跨越绝缘层的墙，用同样的机制，同样的原理，只是这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在约瑟夫森结中，这些超导波被困在一种叫做市井的能量结构中，可以把它理解为量子世界里的陷阱或者小山谷，就像原子核把电子概率云困在附近一样。市井把这些量子波圈养在特定区域里，在这个电路里，那个困住量子波的屏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层极薄的绝缘材料。它不仅是结构上的隔断，更是量子能量形态的界限，决定着波的能量是否足以翻墙而出。更精彩的是，这些量子波在获得能量后，就像电子的概率云一样，也会发生形状上的改变。它们可能变得更宽、更扁或者更分散，就像不同能量状态下的电子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几何结构。这正是量子世界的精妙之处。波动不能随心所欲地存在，它们必须服从规则，只能以离散的能级存在，就像只有某些频率的声音才能在管乐器中产生共鸣一样。量子波只能占据那些被允许的音调。当这个量子波处于最低能量状态时，它的形状非常紧凑，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市井的中心区域，就像一个安分守己的住客待在屋里，只有极少部分波动悄悄探出窗外。这种情况下的隧穿概率是极低的，几乎不会穿越出去。但当波获得更多能量后，它会像是膨胀的气泡一样向外扩展，波形开始接触到更远的区域，甚至触及室垒的边缘。此时就有更多的波尝试穿越绝缘层，使得隧穿的可能性显著上升。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使用微波脉冲来波动这些量子波。他们会精准地给予一个恰到好处的能量脉冲，把波从一个能级推到另一个能级，就像用音叉敲响一个特定的音符那样准确无误。一旦量子波吸收了这些微波能量，它就会发生重构，原本紧凑的波形拉伸、膨胀，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占据了一个更高的能量状态。形象来说，它就像是一团气泡膨胀到了新的大小，适应新的房间。处于新能级的量子波更加靠近室垒边缘，甚至有部分直接渗透进绝缘层，这就大大提高了它穿越屏障的几率。隧穿效应此时就像一扇虚掩的门，波动有更大机会溜出去。科学家们正是利用这种方法，通过控制能量状态和观察是否发生隧穿，来调制和读取这些电路中的量子态。这种对波形精确调控的能力，正是量子技术的魔法核心所在。正是因为可以如此精密地控制这些波的能量状态与隧穿行为，科学家才能将约瑟夫森结变成量子计算机中的核心组件。量子位或称量子比特，
它就像是数字计算的0和1，但不止于此。在这个量子系统中，最低的能量状态就代表数字0，而下一个稍高的能量状态则代表数字1。这种能量阶梯成为了信息编码的基础。更神奇的是，量子波不像传统电路那样非0即1，它可以同时存在于2个状态之间，一种被称为叠加态的神奇状态。这意味着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也是1，为计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并行处理能力。科学家通过精准的微波激发，让量子波在不同状态之间跳跃，并通过检测是否发生隧穿，来读取它当前所处的状态。这种测量方式精密到足以分辨出一个波在哪个能级上停留，从而确定这个量子比特的答案。总结来说，正是这种基于量子隧穿的机制，使得科学家能够在约瑟夫森结中存储、操纵，并最终读取量子信息。这种装置不只是个微小电路，而是整个现代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神经中枢。也正因为他们成功设计并实作了这样一套能够实际运行并展现出量子效应的电路系统，3位科学家才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这不仅是对他们技术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揭示量子世界宏观应用潜力的礼赞。他们所构建的这些电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线和电流，而是让电流以一种量子方式流动。它可以绕过障碍，叠加存在，甚至与自身干涉，让整个系统仿佛活了过来。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电路中包含了成百万上千万个电子，体积已经大到肉眼可见，甚至可以用手操作，但量子隧穿依然真实发生。这彻底颠覆了量子效应只存在于微观世界的老观念，让量子技术真正走向了工程现实。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这些人造电路可以像原子一样吸收和释放量子化的能量，也就是说，不是连续变化，而是一次只能吸收一个单位的能量。就像楼梯只能一步步走，不可能半步悬空。这正是量子世界的标志性特征。通过对这些效应的精确操控，科学家们实际上制造出了人造原子。它们不是由质子和电子构成的自然原子，而是以超导材料构建，具备相同量子特性的工程系统，是对自然构建的一种复制甚至超越。这些人造原子如今正成为构建量子计算机的核心组件，也被应用于打造超高灵敏度的量子传感器以及其他前沿技术之中。它们不仅正在改变我们对信息处理的理解，更可能彻底改写医学、通信、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的未来。从电子云的朦胧到人造原子的诞生，这不只是一次科学突破，而是我们正在亲眼见证量子科技如何走进现实生活。下一次你看到某个科技新闻说量子电脑又进步了，你会知道它的核心就是这些原本只存在于教科书上的神奇现象。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通知，让我们下一次一起走得更深。